家好，我是酷索。来到京都，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清水寺、金阁寺，还是人气第一的福建道和大社？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每一个来到京都的人的必经之地，它就是京都的门面京都站。所以呢，我就在想，今天咱们的这期节目，因为我正好坐在古町君的这一间叫做朝雾的旅馆嘛，它离京都站就是我们所有的旅馆当中最近的一个，走路可能只要15分钟就能到达。所以我这样索性呢，不如今天我们就从我们的朝雾旅馆出发，然后带大家去逛一逛京都站。总的来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一个京都站全攻略，我们一起来通关京都站吧。我们现在来到了京都站的这个最有名的JR京都的门口啊。首先我要说，在京都站呢，大家不要搞错了，它有2个出口，一个叫中央口，一个叫八条口。我现在站的这一个呢，就是中央口。那中央口呢，它主要会通往京都的市内的各地的巴士都从这里坐。那八条口那边呢，主要就是坐前往奈良或者去东京的新干线。首先呢，认识这个中央口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来，我们看对面。对，就是我们会正对着大名鼎鼎的京都塔啊，大家都会来这个地方拍照留影。那首先我来告诉大家怎么去坐这个公交车。我们朝着京都塔的方向走，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巴士综合案内吧。其实你可以从这个牌子看到，它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京都有名的观光景点，有到金阁寺、二条城、北野天满宫。它的后方会有一个，比如说啊，我们要坐这个7路车去银阁寺，我们就会发现它下一班时间是15点30，那它乘车口叫 A2。第二呢，中央口有一个去非常重要的地方的地标，大家看到那个京都塔的后面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有都八喜啊，京都有都八喜的最大的一间店就在那个地方，你只需要从中央口出来过一条街就能到达了。好，那我们现在站在京都站的这个中央大厅啊，这个可以说是它整个设计美学最美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抬头去看这个顶上，它跟京都的这个古都的那种优雅和风完全不一样，它是用了4000块玻璃建成的一个横宽147米、进深29米和高50米的一个空间。那在中央大厅的我的2边呢，左手这一边呢就是通往京都车站的太空广场大街厅，还有那个伊势丹。那在右手这一边呢，就是大名鼎鼎的京都剧场。没错，京都车站它也是有很多娱乐设施的，这地方可以观剧。大家如果想要买那个JR 的 Pass， 就是那个通行卡，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买到。那我们现在先往伊势丹的这一边去看一下它那个比较有设计特色的那个大阶梯吧。能拍出这个贺证吗？哦，新年快乐！迟到的新年快乐。对，我们来到了京都站最具看点的一个设计啊，就是它的171级的大阶梯。这个大阶梯呢，每天都会有超过15000个 LED 灯亮起来，然后变成它的各种的主题形式的灯光秀啊。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正是新年灯光秀。那京都车站这个大阶梯呢，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它有一个京都车站大阶梯冲刺大赛，它的高度差达到35米，就相当于你跑了11层楼，最快记录是19秒50。我们说这个京都车站这个主要的这个复合型商业设施，它主要是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面那个京都剧场的那一栋楼，它里面是有一些吃饭的，有一些咖啡馆。那我们这一侧呢，东侧这一侧，它整个是跟那个伊势丹商场就联合在一起的。往上走，你可以看到旁边就是伊势丹的，就是各个楼层，你都可以随时的进去逛，然后再走出来。看，这是京都车站的屋顶空间，据说当时设计的时候，并不是作为那个观览的那个而设计的，它是为了给京都降温，所以它整个这个设计，它种了很多竹子什么的，是以那个《竹取物语》为原型而设计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好处呢？虽然现在是冬天有点冷嘛，但是
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商店，在天气好的时候，在下面买一个便当，然后来上面就是吃便当啊，晒晒太阳啊，喝酒，我觉得是很好的。那第3个看点就是我们现在对面要去的那个叫做空中步道的，它是连接京都站大楼西侧和东侧空中走廊。那从哪里入口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只要找到伊势丹的10楼，我们从10楼进去就能通往它的阶梯。我们进到10楼来，可能做过京都攻略的朋友都会听过这条叫做拉面小路的。这个地方是有来自全国各地，从札幌、山形、富山到京都，到博多到德岛的各种口味的拉面，就是从这条拉面小路进去就对了。如果来拉面小路，现在这个地方很国际化了，每个店的门口都有一个自助的点单机，一般也都有中文的。好，这里就是空中步道的入口，它会通往刚刚我们说的东广场到京都剧场。有没有一种科幻的末世感？这个地方因为真的被很少人知道，所以它不会有那个争抢拍摄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试试拍照，真的很不错。它整个就是可以让你就是从各个角度观赏京都车站、京都这个城市，就你能了解到啊，这个京都站确实在设计上真的还蛮厉害的。很多人来了京都站，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京都站是拍不到完整的那个东西的，只有在那个点是唯一的可以拍到那个东西的。我们去看一下，好漂亮啊！你是不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看京都塔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每年到了8月16号那一天，可以看到完整的五山送火的5个山的火，鸟居行、大文字船行、妙法。所以每年的五山送火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开放预约，你能抢到一个最好的位置，看到全部的五山送火 ，plus 京都塔。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上去，它真的是还蛮美的。大家如果想来拍京都塔，就来这里。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日本人是专门来这个地方来看京都塔的。哦，这里好像有一个那个，你听到声音了吗？这个地方好像是有那个免费演奏的，就是人人都可以随意演奏的那种车站钢琴。哦，他在这里，是个小朋友。我被青春击中了。它叫做车站钢琴，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可以随便利用。那我们现在最后呢，去稍微给大家介绍一点点关于京都站的使用资讯。那我们回到那个大阶梯的下方。好，那我们现在从这个JR 的入口有一个下到 B1 的地方，我们下去看一下。B1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它是京都站唯一一个可以人工存箱子的。那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来看一下这个招牌。如果你是住在京都市内的话，你今天来到京都站，你想去别的地方观光，你是可以把你的行李通过这个地方，就是送到京都和大阪的各个你的酒店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京都的价格是1500一个箱子，大阪是2500一个箱子。你如果有托运行李的需求的话，那你就来到 B1 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对很多人有需求。你看很多人的行李也都放在那里。那我们从这个寄行李的地方出来呢，往右边走，有需求的朋友并不是太多，但有的朋友会有需求。如果你要坐地铁的话，那这一边就是去往地铁站的。好，我们现在从那个JR 京都站上到了JR 京都车站的2楼。那我们会沿着这个蓝色的线呢，就一路走往去怎么搭乘新干线，怎么换乘新干线。那在换乘新干线这个路上呢，有一些小小的点，可能对大家比较实用，我们就边走边说。首先呢，我们会路过伊势丹它最大的一个门啊，这个门就是它1楼。那如果你要逛伊势丹呢，从这里就可以走到底。在伊势丹的往新干线方向走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家外国游客都会有需要的这个京都综合观光案内所。我发现它现在这个地方也推了那个行李配送服务，就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
然后你想要了解京都的各个地方的观光的资讯，包括你想要拿到一些优惠券，或者你想要解决一些你在旅途中的问题，都认准这个 Kyonami 京都观光案内所。有一个对大家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想买地下铁和巴士的一日券的话，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买到。现在京都最近涨了一点点价，它大概是大人一天是1100日元，那这一天巴士和地下铁你就可以随便坐。那我们走过来呢，有一个我要推荐的另外一个买伴手礼的地方，是最近它重新就是经过了再装修和改造的这一个叫做精明所名菜的这一个区域。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东西，比如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形式，来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你能买到很多京都的洋食店的他们自己来摆摊子。我最近知道的比较火的是这个便当，就是这个煎蛋卷和洋食的便当，这是京都的市内的一家店铺在这里开的。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新干线的入口，它写着新干线的中央口，其实是京都站的8条口，大家不要把这个搞混了。所以我们来到8条口这里，就会进入新干线的中央口。那在新干线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是近铁的京都站。那近铁京都站去哪里呢？就是去奈良的各个地方，在这里坐车就对了。在新干线和近铁站的旁边呢，有一个我个人很推荐的小型的伴手礼的店。这家店呢虽然比较小，但是它卖的东西非常的全，就是我认为最好的京都的伴手礼，在这个里面基本上都放着。那关于京都的伴手礼的事情呢，说来话长了，我之后单独再给大家做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在京都站你怎么一网打尽所有的京都伴手礼。那在8条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排的全部是崭新的大柜子啊。那8条口这边有最全最多的锁箱子的自动储物柜，如果你不是要托运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把箱子储存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是都会有空的。那从8条口出来还有一个可能我觉得对大家会比较有用的消息是，你过了一条马路到对面那个商场呢，那个地方就是唐吉诃德，就在那个地方。京都其实是中央口出去呢是有都巴西，8条口出来呢是唐吉诃德，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药妆店啊之类的，这些就是大家自己就来慢慢的逛就对了。古町君新屋系列的造物旅馆是一栋于2023年全新开业的独立丁屋旅馆，2层结构，配有2间卧室，室内装潢温馨且典雅，可容纳最多6位客人入住。浴室可眺望庭园，一边泡澡一边欣赏景色，放松身心。希望您能在此度过悠闲的时光，尽情享受京都特有的优雅氛围。好，那我现在回到了新干线的8条口，也是京都站8条口终于统一了。在这最后一个口要介绍，我背后整整的这一条街呢，都是购买伴手礼和吃饭的地方，就是从头拉到尾。那如果你想要找一些吃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选择。就所以在京都站里面吃饭和购物的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包括在京都站，其实应该吃什么，应该买什么，应该玩什么，还有很多可讲的。这个就以后有机会，我们在我们古町君的节目，在我们古町君的旅馆里面再跟大家分享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作家库索，也是古町君旅馆的主理人。我和古町君旅馆会在京都一直等候大家的到来。那么这期节目到这里，大家拜拜。